烹调食物常会使用到瓦斯炉，使用熊熊的火力来煮熟食物。天冷时，手握一个暖暖包，心情也跟着手心暖起来。夏日炎炎，来个刨冰包凉爽一下，瞬间暑意全消。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为何瓦斯燃烧或者是搓一搓暖暖包会让人感到一股热量来到？拍打刨冰包会让人感到热量被吸走了。石灰加水会放出大量的热，其化学式为放热反应，而鸡蛋接受石灰加水反应所产生的热量，进而煮熟，视为吸热。为了方便讨论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化学家常将所要探讨的对象称为系统，在此是指反应物和产物，系统以外的称为环境。依据系统与环境间热能进出的方向，化学反应可分为吸热反应与放热反应。热能由环境进入系统者为吸热反应，反之，系统释出热能至环境者为放热反应。系统与环境的能量总和不变，即遵守能量守恒。一个化学反应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称为反应热。化学家把储存在物质内的能量称为热含量，又称含，以 H 表示。不同物质的热含量不同，同一物质在不同温度、压力和状态时，其热含量也不同。例如，等重量100度 C 的水，其热含量大于25度 C 的水；100度 C 的水蒸气，其热含量大于100度 C 的水。我们无法由实验测得热含量的实际值，但在定压下，物质发生物理变化，如相变化，或化学变化，如燃烧反应时，可由实验测得该物质的热含量变化量，此即反应热。简易保丽龙杯卡计常用于测量定压下反应的反应热。定压下的反应热可由生成物的热含量总和与反应物的热含量总和之差值求得，即 delta H 等于生成物热含量总和减反应物热含量总和。若化学反应的生成物的热含量总和大于反应物热含量总和，则 delta H 大于0，表示需由环境供给能量以使反应进行，故为吸热反应。若生成物热含量总和小于反应物热含量总和，则 delta H 小于0，表示反应进行时会释出能量至环境，故为放热反应。为了清楚表达一个化学反应的反应热，于是便将一般的化学反应式加以修饰，改变为热化学反应式。例如，金属镁带在空气中燃烧生成氧化镁，放出闪亮的白光和大量的热。由于能量是从反应系统释放到环境中，故属于放热反应。其一般的化学反应式常为 Mg 加1/2 O2 转变为 MgO， 而热化学反应式必须标注物质的状态及反应热，因此其反应式可表示为固态 Mg 加上1/2气态 O2 转变为固态 MgO 加602千焦耳的反应热，也可将反应热单独列出。反应物或生成物的状态不同时，反应热也不同，因此热化学反应式系指某特定状态、温度与压力下的反应，需标示出物质状态与反应热。正确的热化学反应式对化学剂量极为重要。反应热值的国际标准单位为千焦耳，一般是以在常温、常压及25度 C 一大气压下进行反应，所实际测得或计算而得之数值表示之。日常生活中，如食品热量，常用卡或千卡为单位，其中大卡即为千卡。1摩尔氢气燃烧生成水，放热 285.8 千焦耳，其热化学反应式可书写如画面
而2摩尔氢气燃烧生成水放热，则为 285.8 千焦耳乘以2等于 571.6 千焦耳。其热化学反应式可书写如画面。因此可以发现，当反应物的数量为原本的 n 倍时，热化学反应方程式的系数会乘 n 倍，其反应热也乘 n 倍。同一反应式的正反应与逆反应仅是将反应物与生成物位置互调，如2摩尔氢气燃烧生成水，放热 571.6 千焦耳，其逆反应可视为2摩尔水电解生成氢气及氧气，则需吸收 571.6 千焦耳的量。其热化学反应方程式可书写成下列2种方式，如画面所示。因此可以发现，当热化学反应式逆写时，其反应热为同值异号。氢气与氧气燃烧生成1摩尔水蒸气，热化学反应式为气态 H2 加1/2气态 O2 电解生成气态 H2O， Delta H 等于负 241.8 千焦耳。冷却至室温时，因为水蒸气凝结为水又释放出能量，因此共释放出 285.8 千焦耳。其热化学反应式为气态 H2 加1/2气态 O2 电解生成液态 H2O， Delta H 等于负 285.8 千焦耳。1摩尔水蒸气凝结放出能量为 285.8 千焦耳减 241.8 千焦耳等于44千焦耳。其能量变化示意图如画面所示。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化学反应所产生热量的变化称为反应热，可分为吸热及放热反应。反应热为生成物热含量与反应物热含量的差值，然而各物质的热含量是无法得知的，仅能由实验测得反应热。热化学反应式除了有反应物及生成物外，还要有各物质的状态及反应热。热化学反应式的系数乘 n 倍时，其反应热也乘 n 倍。当热化学反应式逆写时，其反应热为同值异号。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热量变化无所不在。同学们请准备一支温度计，找寻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反应热，如酒精加水稀释、食盐溶于水中等等，测量看看哪些为吸热反应，哪些为放热反应。那么同学们都学会了吗？其实化学反应表示式只是为了透过简单的符号，把化学反应的变化资讯传达给别人知道。热化学反应式则是多加了状态及反应热而已，更能够了解这个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才能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中。